環球大戰線深入世界最前線，全球各地的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葉思敏。今天節目一開始，我們先歡迎前資深外交官介文汲大使。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時事評論員王尚志，尚志哥。思敏好，各位朋友大家好。資深媒體人彭華幹，幹哥。思敏好，大家好。觀眾朋友，今天節目一開始，記得先幫我們的影片按下讚。那請在留言區留下"熱推"2個字。如果希望看到有更多的這個推播的話，也幫我們按下熱推鍵。並且呢，如果希望能跟我互動的話，歡迎在留言板留言思敏我在哪一個城市收看，那麼我也會親自的為大家做回復。今天節目的一開始，當然了，這一周的重頭大戲就是接下來我們要特別關心，在14號相隔9年的這一場習川會即將要登場了。《紐約時報》在此刻突然間說了，他說中國視美國為衰落大國。為什麼紐時在此刻會有這樣子的一個評論？等一下我們來做解析。另外呢，現在可以說習川會前啊，北京突然間打下了一個和平牌。為什麼在此刻打和平牌呢？川普則是被曝於中國大陸買波音大豆，希望能夠救經濟。AI 晶片跟霸權交易，今天我們會做一個比較全面的解析。好，時隔9年，我們趕快來看到的是習川會即將就要登場了，14號登場，全球高度的在關注哦。就在此刻，峰會倒數之際，中國大陸的外交部突然間發布了一段影片。影片呢，我們看到它特別是以雙語來播出"和平共處"這4個字，來看一段影片的內容。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two leading global players, the world's 2 largest economies. How they interact with each other has far-reaching and global implications. To clash, confront each other, and wear each other down, or engage in sincerity and good faith. 好，我們看到影片不只是大談中美應該和平相處，更是在當中提到了飛虎隊、乒乓外交，還有中美當年一起聯手對抗金融危機跟伊波拉疫情等等，不斷的強調這個中美友好哦，並且喊出地球容得下中美各自發展，成就彼此，也被視為是中國對美國釋出一個友好的訊號。特別比較敏感的事情，我們也來關心到，就是川普在此刻他說我會親自跟習近平來談對台的軍售問題，這個是比較敏感的一個議題。另外呢，我們來看到在峰會中美元首正式的見面之前，外媒已經有各種針對於這場峰會的一些評論了。好，我們先看到這一間媒體，這個是觀察者網，特別指出美國正在陷入在關稅戰的反噬、盟友的裂痕、通膨跟中東戰事、政治撕裂等等的多重危機。財富雜誌則是形容中國大陸用了6年時間就已經拆掉了川普當年的籌碼。最後來看到《紐約時報》說，現在的中國早就已經不再仰視美國了，並且視美國為一個衰落的大國。我們也特別來關心一下這一次隨川普到中國大陸的這些企業哦，不僅僅是企業現在被傳出減半，而且呢，這當中邀請到的一些企業家也是暗藏玄機的。特別我們來看到有哪一些單位呢？包括了在科技上面有蘋果公司，那還有美光、高通等等重要級的巨頭。另外在金融業現在點出有高盛、貝萊德，再來就是航太業有波音、奇異等等。唯獨為什麼呢？全球的 AI 霸主黃仁勳本來要出席的，為什麼在此刻突然間缺席了呢？等一下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所以節目一開始，我们先來關心到中國為何突然不戰狼了，發布了這個和平共處的影片，是要釋放什麼樣的一個訊號呢？是希望為和平來鋪路，還是要逼美國照自己的節奏走？再來就是紐時所分析的，說中國視美國為一個衰落大國，大使又怎麼看？事實上的話，你看這個片子的話，基本上中國大陸就把自己定位跟美國完全是在一個同樣的一個立足點上，這是2大國，所以呢，基本上以大國的身份呼籲美國不要搞這種對抗，或者說是這種過度的這種對立，所以提出來的口號就是大家就是說和平相處、和平共處，和平共處其實是中國大陸其實。建政以來一直就是這個外交政策。那可是這個外交政策，事實上的話，它的內容也不是說和平共處你就可以予取予求。那中國大陸在面臨國家底線的時候，會毫不考慮的出手。那可是它只是用兵比較謹慎。
事實上的話，就是說1949年以後，大陸打了3場主要戰爭，第一場跟美國打的，第二场跟印度打的，第三场是这個跟越南打的啊。那當然跟美國比的話，那美國那個所謂用武的那個門檻是非常低的，他因為他常常找一些小國去打，那事實上大國他都沒打勝過，包括中等國家他也沒打勝過。那中國大陸事實上的話，戰爭都是為了政治的目的，那是很清楚的。軍事是為外交手段，就是說為政治服務的一個工具啦。所以中國大陸常常會打到一個政治目的達到以後，它就會停火了，可是美國大概就沒有這個情況。不過這次事實上的話，我覺得中國大陸是感覺上是先禮後兵，因為有些事情的話，大陸的整個國際作為，它有一套論述跟邏輯的，它基本上就是說，大家要遵守聯合國體制下所確立的國際法，包括國際貿易法。那現在美國是把國際貿易法已經完全丟到一邊了。另外一個就是在國際關係上不使用武力這個基本原則，美國也丟到一邊了。所以呢，我覺得中國大陸事實上在這些部分不可能為了和平共處而把他自己的立場丟掉。只是說跟美國和平共處的意思，大家不要用軍事的方法來解決彼此的糾紛，就是這樣。那並不表示說你如果要用軍事的話，那我不會做事啊，尤其是對中國大陸的核心利益的話。那所以這一次我覺得這一個影片由外交部播出，基本上是先禮。那後兵的部分，我覺得就是台灣的問題。那尤其大陸現在看起來，川普講出來的就是對台軍售的部分。那這個部分他親自跟這個習近平談，我認為習近平會很強硬，因為這個牽觸到中國大陸的核心國家利益。那如果說這個軍武一直銷售下去的話，兩岸關係絕對會越走越怎麼講，路越窄，最後只好用非常手段解決。所以我覺得這一次真的是有一點山雨欲來風滿了吧？對，放話放得蠻多的，以前沒有這樣子，沒有那麼多。所以這次絕對不是一個什麼友好的會談，這次就是一個鴻門宴。好，我們看到這個其實很快就在本周四，這個中美元首的對話就要正式的展開來了。不過現在到底誰的籌碼比較多呢？等一下請幹哥來帶我們看，包括大陸現在手中握有的有稀土、大豆、龐大的市場等等。那再來就是晶片，是大陸最需要的。但是現在其實在晶片上，大陸也可以實現自主哦。那北京真正要美國讓步的又是什麼呢？會是亞太駐軍、高階晶片，還是有關於台灣的國際空間等等？幹哥要怎麼解讀？好，大使是持悲觀的態度哈。那我是認為說，其實說一句實在話，為什麼會到？因為以前是上次他們9年前會面的時候，2個禮拜前就已經連什麼禮數啊、制度啊，然後還有人員啊，通通都公布了。現在這次很倉促，2天前才公布，你就會覺得說，然後大陸馬上就發布了這個影片，這個影片是示好的，但你會覺得說，中國人說禮多人不怪哈，但是我們覺得禮一多哈，你可能雞皮疙瘩會掉到地上，為什麼？因為你會覺得說，這不知道是後面背後是藏着什麼含義啊？可是你從那個影片裡面看來，可以講說，這個世界這麼大，應該容得下我們中美2大強權。他另外又講了，太平洋這麼寬，絕對容得下中美2個大國在這邊。他不講博弈了，就不講這種話了。所以有點像我們以前陳水扁說，太平洋也沒有加蓋子啊，對不對？你會覺得說，似曾相識。其實我們聽到這個話，我們會覺得說還蠻親切的。但我不知道川普怎麼想。可是川普他現在面臨的是什麼？有篇文章就講到說，有3B 跟3T。3B 是什麼？波音，還有Boeing 嘛啊，然後牛肉 beef 啊，還有什麼？還有就是那個黃豆 bean 啊，就是波音跟黃豆跟牛肉這3樣，恐怕是美國跟習近平啊在見面的時候必須要談的一個重點啊。老實講一句，這3樣東西都是美國有求於中國，那就更不用講稀土了。另外還有3T，是哪3T？第一個就是台灣問題要不要談？保證要談，不可能不談。談什麼？談軍售。為什麼？因為這個軍售啊，已經到了白熱化的階段了。等一下我們來講軍售。
然後另外第二個 T 是什麼？第二個 T 是 technology 裡面包括 AI， 包括你現在看到黃仁勳這次都沒有來，這代表什麼的含義呢？其實黃仁勳他老實講一句，他講得很對的，他說我不是那個一覺醒來還在那個霧裡霧中的那個人，我是一覺醒來之後腦筋最清醒的那個人。你絕對不能夠圍堵中國，你圍堵中國，你是自取滅亡。黃仁勳講得非常清楚，你應該要把它納進來，然後彼此共同的和平競爭。黃仁勳的態度是對的，他說不賣晶片給中國，那你根本對於美國的產業來講，絕對不會是好事。所以 technology 這個部分，還有 AI 這個部分，一定是習近平跟川普要談的重點。那另外一個呢，還有什麼？就是關稅，tariff T。3T， 其中一個就是 tariff 關稅問題，現在目前好像緩解了，但事實上那都是聯動的，因為後面還有稀土問題，還有鋼鐵等等鋁這些問題。我覺得這些問題就不要旁枝末節。我們現在回頭來講 T 的第一個台灣問題，台灣問題其實說句實在話，我覺得川普在這上面他可能會讓步的原因是因為，我們如果要達成協議的話，川普一直講他坐飛機空軍一號要去北京之前，他還講說，我不認為北京會攻打台灣，他始終不是這樣認為。我認為習近平對我來講是一個好朋友，所以他不認為這件事情。那如果川普的基調沒有變的話，接下來馬上在5月之後的140億對台軍售，美國的態度是怎麼樣？北京現在要答案。你是不是這140億台幣的軍售，通通會如數遵照着你們跟美國跟台灣之間的協議？因為你們都已經派了古立言等等人，所有美國在台協會的人來台北這個 argue 說，為什麼你們國民黨、你們這些在野黨都不願意通過執政黨跟我們美國政府的版本等等？那這個其實中國北京都看在眼裡。那現在川普你既然來了，你要怎麼回答我？我今天跟各位點破，那不管是前面的110億或140億，總共1.25兆的軍購都不是重點，重點是美國你是不是還要繼續對台灣採取高調的軍售政策？如果這個政策這個態度不改，我明明知道這些東西都是防禦性武器，但是這就是出於美國你在經濟跟商業利益之外，你還真不珍惜我們中美之間最基本的戰略上的一些共同的認知跟諒解，還有貿易上的夥伴情誼，我覺得這些都是川普必須要深深考慮的。好，那另外一方面，我們同樣問題請教上這個又怎麼看呢？因為這一次的名單訪問當中，金融、航太、半導體企業都到了，為什麼黃仁勳沒有去呢？黃仁勳沒去，黃仁勳沒有被邀請。那當然，以現在全世界來講 ，AI 跟全世界這個企業市值最高就是輝達，怎麼會不去呢？沒有道理不去。白宮為什麼不邀請黃仁勳去呢？所以我講這很清楚、很具體，就表示說，這次在北京，從美國川普的角度，他不談 AI，他不要談 AI，因為我們知道現在這個整個美國跟中國大陸之間的這種競爭關係，尤其在 AI 晶片。美國對中國的碾壓跟壓制是絕對性的。那麼最近就在美國國會當中即將通過法案，就涉及到甚至連 DUV 的這個部分的機器跟維修跟相關的耗材，都要在涉及到美國專利的都不給中國大陸了。所以現在其實對於 AI 晶片方面，美國持續還在下重手哦。所以黃仁勳沒有去，其實是很大家跌破眼鏡，但也就表示說，川普這裡之後已經下定決心了哈。所以這一次當中。AI 可能談一些框架、一些很虛無的東西，但實質的中美之間的關係，包括晶片是不是開放，或輝達晶片要不要進中國大陸，我認為已經排除了。我想這裡頭其實很清楚可以看得到，當然這一次川普去主要還是為了他的政治目的。我想大家很清楚，伊朗的問題，剛剛前面也提到的農泰，包括農業訂購、波音，那北京對於美國要的東西很少。
你根本不知道北京對美國要什麼，要開放電動車嗎？沒有的啦。所以他其實要的應該就只談台灣問題，北京只要台灣問題要談，其他什麼都不要。所以現在其實從川普來講，這一次的這個企業名單少到只剩下16人，上次29人哦，我們都知道其他國家到北京來說都是帶了一大趴的這個企業團，因為政治外交談完就是企業上了。可是這次川普去，他不是為了美國的企業，他是為他自己。其中選舉跟波灣這一點，所以我們要了解到，現在特別對黃仁勳體現，就是說中美之間這種以科技對抗的戰略，這是沒有任何鬆動的。從美國的角度來講，我贏你中國的，我就要把你繼續壓制你到死。那我現在輸給你的，比如說相關的這些稀土啊，相關的跟科技周邊有關的，那我就趕快追你，然後還一直伸手跟你要，所以也是不留情面的。不过我觉得我们要注意當中，美國跟中國之間，我認為這一次的川習會的對談，美國其實看的都是未來啦，美國不看過去。以我們剛剛看的片子來說，我覺得中國大陸現在有個敘事很重要。中國大陸敘事，我中美跟你的關係，我是站在歷史的全局來看。這個歷史不是中美的未來，還有我站在中國發展的過去，我細數我跟你中美過去友好的過去。所以中國現在有體現一個歷史觀，我認為這次北京會體現跟川普完全不同的。川普就是未來，我下次選舉要什麼，我就是未來。所以可是中國要告訴我的歷史。所以這個歷史當中，我們體現到包括中國跟日本的關係，其實也都是訴諸於歷史的，甚至在追究這件事情。所以我想，這次黃仁勳看似是一個企業團，但是它體現的是一個川普當中的這個架構跟絕對性，跟北京方面習近平的不同也非常明顯了。好，謝謝尚志哥，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大戰。